你来，我给你认球星，这个是谁？他都认识的。巴雷拉。你不看这个英文名都能认识了。他这还送了一个那个中超联赛的秩序册。哦，人家，哎，你说这种小册子我们印一本多好。对啊，我女超联赛的连印一本，你看。对啊，你看男足的这个市场化就运作的很好，女足好像就不太有这种东西。我前两天不是你们在金山比赛的时候，我有一次正好直播嘛，然后我记得还有好多网友都不知道女足现在是有女超联赛的。那怎么说呢？市场决定需求嘛。就比如说我们的比赛，一样是有联赛，至少要有一个明确的途径，让那些想关注的人知道可以在哪里看到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基本的吧。好像即便女足拿了一个亚洲杯的冠军了，然后一直就大家都在夸女足的同时，好像也一直会把男足拉出来说。我记得那一天晚上，男足也是出现在热搜上的，也是因为就是类似于在被对比这样的话题。其实，在我的观感里，我就像是一个家里的一个妹妹。我考上了大学，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我爸妈并没有为此而感到开心，而是把我这个成绩再甩在我哥脸上，跟他说：“你看你妹考进大学了，你怎么没考进？”我那一瞬间，我希望我爸妈是因为我拿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感到开心，而不是说再拿着我的成绩去指责我哥。就我觉得要不给我哥一点空间吧，就是让他自由的生长吧，就是你们更多的去关注我，而不是去拿我来去做对比。虽然不想被对比，但是对比一下吧，至少还能赢得那么一点点的关注吧，挺可悲的。会慢慢好起来。其实现在虽然说没有那么大，但是还是会比以前好一点。最后有点沉重。其实因为现在女足成绩很好，我们作为女生是很骄傲的，但是你也避免不了，像刚才片中有一个很严肃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可能在大部分的关注足球这个领域的，好像还是男足比较占的话题度多一点，是不是？因为武艺是资深球迷嘛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不是还是这个社会环境？我只能说，作为球迷来说，就是感受到近些年来，其实特别是中国关注女足的，其实会比以前多很多。现在多了一点。对，22年亚洲杯夺冠之后，就因为成绩。对，而且确实成绩真的是摆在那儿，就是中国女足一直成绩很好。但我还是想提个观点，就是就像丽娜说的，其实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去比较，平等。对，平等一点。然后比方说女足夺冠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是诚心的恭喜就好了，对就好了。我丽娜说那一段，我感觉特别，就是那段我心里可难受了，我就特别有感触。我就是每一个人他的努力，他获得的一份成绩，他都值得一个就关于他本身的一个夸赞。就有时候我女儿做了一个什么事儿，画了一个什么画，得了一个什么奖，我爸妈可能就也不是故意的，就看到就说真好，拿铁你什么时候能像姐姐一样？然后这个就是一样的心态，我女儿我都替她觉得委屈，这就是她自己的高光时刻，跟弟弟没有关系。弟弟有可能几年之后变成像姐姐一样优秀，也可能他就不会。但这一刻就是属于我女儿她自己那个成绩的一个夸赞，真的希望大家能分开来看女足的这个成绩。其实我觉得彩玲说的特别好，就是任何一个个体，当他有自己的一些成绩，或者做了一些值得大家尊重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值得关注到我自我本身，而不是说我是谁的对比和参照物，然后通过我引发一些其他的这个讨论也好，关注度也好，其实就是我自己，就是我独立的个体，我努力了，我就应得的得到属于我自己个人的一份鼓励和荣耀。我觉得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更开放式的，或者是更平等的对待每个。对，也希望我们的女足会有一个更好、更多关注以及更多支持的一个生态环境啊。好，来我们看看下面他又聊了什么。好了，我去干活了。哦哟，谁家里洗菜的脸盆是这样的啦？谁家洗菜脸盆这样的啊？这不是洗菜的吗？无语住了我真的无语住了。这个芦笋要不拿走吧，这脸盆谁用来洗菜啊？离谱啊！你要不要放在这个电饭煲的这个内胆里洗？
啊，算了，我找到了，你别管了，好吧？这个厨房的生活气息真的有点低了。这个刀快吧，要有磨刀的吧？谁家有磨刀的东西啊？我呀，我家就有呀。这刀确实有点钝了，一看就是不用的。自己切不好，怪我家刀钝是吧？他们关系是真好。恕我直言，这厨房里有那么多卡是做什么的？这卡是能做饭吗？人家这种漏斗里放的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茶，你这里头全是卡片，离谱！怎么就？哎呦，点的外卖，哎呀，把我看饿了。咱们还是要象征性的做一些菜。看看我如此可教吧啊！哎，他已经在偷吃芥了，偷吃蟹了。没有，我想帮你们剥。那个不干活的，蓝莓和这个黑莓要洗吗？废话嘛，料酒有吗？没有料酒，威士忌可以吗？哎呦，无语了，威死你个头！念慈庵可以吗？它里面有那个中药成分的。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哎，肯定有蚊子的。我家没有蚊不叮，我给你喷点香水。啊？什么一股香味啊！他喷了点香水在我腿上。无语了，这个人啊！拿个保鲜袋，还把这一条给他放冰箱吧。就有这样吧。我看你有病吧？谁在厨房里玩保鲜袋啊？关系真好啊！对，不是发小肯定不会这样。我顶不住了。先吃吧，这个炖个半小时。干杯，感谢，耶耶耶耶耶！新年快乐！劳动节快乐！10分钟内不要跟我说话了。太快乐了，这种快乐以后可以多来几次。哇，你看这个肉，哇啊！哦，这块真的很爽。哇哦！我的心在滴血啊！啥感受啊，老王？今天忆当年去了基地，就是没踢出来球，没什么遗憾，主要是少了这么多和我朋友在一起的时光，快乐时光没有在一起。你这么讲的话，我一点都不感动，我觉得你甚至有点虚。水。不过当时离开那是很难过的，就是你记得，就是因为那个离开也是很突然的嘛。然后我记得他当时就很着急，是说这个周6就走了，把东西赶紧拿走。啊，退役了。但我还记得你走的那一天，你没有哭，你很平静。我是想哭的，但我觉得我不能哭，就是我硬撑着让自己不哭。我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的，因为我曾经就1年前我退役之前，我身边经历的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就你们2个。当我从这个运动员这个圈子跳脱出来之后，我不就去了姐姐这个节目嘛？有很多姐姐给我的评价是，她们觉得我很难打开自己。现在找到原因了，是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交朋友，我要交到像你们这样的朋友，是交到那种可以当做亲姐妹的这种朋友，交到银行卡密码。花呗，我们不知道，都可以给我们不知道。你记不住密码，我记住了。在当时的就是我的这个意识里，我是没有办法接受10%、20%的友情的，我可能就是只能接受90%和100%的友情。但其实我现在才慢慢能理解到，其实那10%、50%那都是友情，那个都是朋友。就是其实你就是小时候认识的。这个占了个先天优势嘛，这个时间上的先天优势，因为长大了之后，你出去就有，就是纯的，就是正巧认识一个朋友的概率其实没有那么大，你肯定要通过一定时间的积累，说你要发展成你想要的那种朋友，那可能需要很久。我就是觉得确实越长大感觉越难交到，也不是说难交的朋友，只是就是说越能没有那么多机会能那么贴近的走心。对对对。